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 Walter，今天我在家里啊，现在还没有去钓鱼。对，因为现在外面太阳还是有点大，有点热，可能等一会儿太阳小了，我可能会去城市海边的海岸去玩一会儿。上一次视频发出之后呢，大家问到的最多的问题是关于装备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我想着今天就给大家做一期，就是专门讲解一下海钓装备的问题，就是我用什么装备，为什么它有什么不同，跟淡水的路亚有什么不同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吧。第一个呢，首先讲一下这个杆子。我现在用的这个杆子是这个Major Craft 的 Crossride 5G 96mH 的一根杆子。为什么选这个杆子呢？先讲一下海钓的杆子大体上要怎么选。一个是说长度，杆子的长度问题。我个人认为海钓路亚的话，尤其是像新加坡这样的一个环境，海边环境的话，鱼竿可能我建议是要8尺长起步。一般我用的是9尺6，我觉得我9尺6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长度。在网上你可以用到10尺多一点都没问题，我觉得。对，但是再长就不建议了。为什么选这个长度啊？首先，我觉得第一个原因是说抛投距离。大家都知道，基本上鱼竿越长，大体上你就会抛得越远，对吧？这个是基本上成正比的，不绝对，但是基本成正比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像可能大家用的杆子最长的是那种 surf fishing， 就是在那个海滩上、沙滩上面钓那种呢，他们一般会用到12尺、13尺甚至14尺的那种长杆，甚至更长都有可能，对吧？这种杆子很长，因为沙滩上钓的这种环境，它需要抛的尽可能远，因为沙滩很平嘛，对吧？它那个水的这个渐变是比较缓的。如果你抛的不够远的话，对吧？你那个饵在岸边，你根本就钓不到鱼，所以你必须得抛得非常非常远，然后你才能够够到有鱼的区域。海钓的岸抛呢，也相对是需要远投的，需要你抛的比较远，还是同样的道理啊。就是如果说你抛的不够远的话，你够不到鱼，根本就是鱼大概，首先我讲一下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海岸的结构。首先它可能是一个，假设这里是人站的那个台阶，人站在这里，然后呢，它这往下会有一个小坡，这个坡大概2米多，2-3米高的一个高度。然后呢，再从这里往前呢，这里是一段水比较浅的一个区域，大概往前可能会有个几米、10米，甚至10米，甚至到30米这样的一个距离。这一段是水比较浅的一个区域。过了这里呢，过了这个浅水的区域之后呢，然后再往前，才是一个大的一个 drop off， 就大的一个斜坡，往下的一个大斜坡。这个斜坡下面的水就相对比较深，就会比较有鱼。鱼呢，大部分时候其实都会是在过了这个浅水区域，这个10多到20米之外的那个区域才会有比较多的鱼。所以说呢，你必须得从这边至少要抛到一个，我觉得至少你要抛个50来米，至少，对吧？然后你才够得到鱼，对不对？你才能够有更大的概率钓到鱼。这是一个大体的一个情况，就是新加坡的海岸。所以这意味着你的抛投距离，像我前面讲的，我一般的大多数时候的抛投距离大概是50米到80米之间的这样一个范围，取决于你用了什么饵以及你的线的情况等等，对吧？这个肯定会波动的嘛，对吧？那为什么海钓这种岸抛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用像那个沙滩钓鱼一样用那个12尺、13尺甚至14尺的杆子呢？这个就是因为沙滩上钓，你基本上你只要隔一会儿抛一次就行了，所以你每一次抛尽可能远，你杆子长一些重一些无所谓，对吧？反正你不会反复抛。但是你的这个岸抛路亚海钓的这种岸抛，你需要反复的投，你一天下来就是你钓一次鱼可能要抛个几十上百次，对吧？那这个反复的抛，如果你的杆子太重太长，你人是受不了的，对不对？很累，特别累。你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其实我现在拿着这个
9x6的杆子，你让我去钓几个小时，其实我说实在的都挺累的。但是太短了，我讲的就是像8尺以下的杆子，像大多数淡水的路亚竿是7尺的长度，我觉得对海钓暗抛的话是不够的。7尺的杆子你可能是能钓到鱼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的长度是你钓起来会很吃力。一个是你抛的距离不够，还有一个就是你中了鱼之后你也很难把它拉上来，所以你需要稍微长一点的杆子。那9尺多的这个长度呢，就相对怎么说呢？你能抛得比较远，但是呢又不会让你觉得太累，让你累得受不了那种长度跟重量，所以呢，就相对来说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折中的区域。这也是为什么你看那些暗抛，对吧？去暗抛的人的鱼竿大部分都是9尺、10尺这样的一个长度，对不对？对，长度还有另外一个点，前面说的是抛头，还有第二个点就是说，你的杆子越长，对不对？那你在岸上钓上鱼的时候，你的这个从你手到竿尖的这个杠杆，它其实是个杠杆，对不对？这个杠杆也就越长，这个杠杆臂越长呢，就越有利于你在石头区、在结构区的时候中鱼之后，你把鱼给顶起来，给拉起来，对吧？这个其实在新加坡钓鱼是蛮重要的，因为新加坡的海岸，前面不是讲了这样一个结构，对不对？这个它入水了之后的这一段区域，其实这个浅水区啊，它总体上都是有非常多的岩石，非常多的结构障碍，所以这个区域其实是非常容易挂底。中了鱼之后，如果你的杆子不长，你鱼如果拼命的往那个石头里面跑，拼命的，对吧？跑的时候，你的线就很容易卡到石头上面，然后你这个时候就会很容易把你的线给在石头上卡断，那个石头是非常容易把线切断的啊。所以说，这也是为什么你的杆子长一点，当你进岸了之后，你在那个石头区跟鱼搏斗的时候，你会更有优势。你那个更长的杠杆，你就能够把它顶的，就是让它离石头更远一些，这样子你就更容易把鱼给拉上岸。否则，你一个7尺的鱼竿，我觉得你中了鱼之后，其实像在新加坡的这种岩石区的海岸，我觉得你是非常困难的，你要把它拉起来是非常困难的。下面再说一下那个杆子的强度啊，就是强度的选择。我这个杆子是 MH 的强度，MH 的强度它适合的饵重范围应该是60加减20。OK， 60加减20的话，就是说它是应该是一个40到80的一个饵重范围。对，我这个杆子推荐的是一个40克到80克的饵重范围。这个其实比淡水的 MH 的杆子要硬很多，要强很多。淡水的 MH 的杆子我估计也就10多20克的一个饵重范围，对不对？这是因为海钓的装备其实总体上是，首先海钓的装备无论是竿还是轮还是线，都比淡水的路亚装备要更重一些，更强一些。这是因为海里的鱼总体上就是力气更大，并且海的结构很多，岩石很多，所以说你必须要用更强一点的装备，你才能够把鱼给钓起来，否则的话你会反复的跑，鱼钓不起来的。对，就即使是这样子的海钓竿，我一般也会选择 MH 起步，至少在新加坡的海岸是这样子的。我甚至可能会买 H 的杆子，我觉得下一次的话，这一次的话，对，我之前用过那种 M 硬度的杆子，我觉得还是软了一些。软了有什么问题呢？就还是前面讲的博鱼的问题，就是你在海岸边上中了鱼之后，因为有很多岩石的存在，你必须得让杆子足够硬，你的杆子硬了之后，你就可以强势一些，就是你把刹车设得比较紧，杆子又比较硬，线又比较强，你就能够很强势的把鱼给往上拽，对不对？而且你拽的是这样的好处，就是说呢，鱼就有更不容易钻到石头里，甚至说线卡到石头上面，这样子呢，你就不容易丢鱼，否则你会反复的丢鱼。对，这是主要的一个需要强一点装备的原因。然后品牌吧，杆子的品牌的话，怎么说呢？海钓的杆子反正就那么几个品牌了。Shimano、Daiwa， 对吧？Major Craft 这些都是比较主流常见的，比较有一些名气的。
我一般会从这种有名气的品牌里面选一个我觉得靠谱的杆子就行了，我不会买特别贵的那种特别高端的杆子，但一般会买一个靠谱又比较够用的杆子就 OK 了。哦，对，最后还有一点，说到杆子的话，很多人在选这种9/6这种长度的海钓杆的时候，有个困惑就是说，有一种是海鲈杆，就是海鲈用的钓的那种杆子，那种杆子呢，还有一种是所谓的那种叫什么 shore jigging， 就是暗抛铁板的这种杆子，一般有这两种供你选择。那这两种怎么选呢？其实怎么说呢？我觉得你用那个海鲈杆也是可以的。我之前就是用了一个海鲈杆，这两个杆子的主要差别是说，暗抛铁板杆呢总体上会偏硬一点点，而海鲈杆呢总体尤其它的杆尖的部分是比较柔软的，因为海鲈杆本质上还是倾向于钓鲈鱼嘛，对吧？就会比较靠近淡水鲈鱼的杆子了，所以它的杆尖的部分是比较偏软。这样子的话，你的手感可能会怎么说呢？更灵敏一点，可能，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偏软的杆尖呢，在海钓，尤其是结构多的地方的话，会很吃力，就是还是你的力量不够，你的硬度不够，你很难控制住鱼。就是在结构区钓鱼，你是非常强调控制的，你要把鱼给牢牢的控制住，你要抓住这种主动权，把它往上拽，让它离开结构区。所以说，我觉得海鲈杆可能不如这种暗抛铁板杆在结构区暗抛合适，我会更倾向于这种暗抛铁板杆。最后，对这杆子的，我觉得应该就说完了。